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为什么有些法餐很贵。我觉得钱肯定都是花在了设计上面。今天这家店是不是看完菜品之后就有一种想要买单的冲动谁会有这样的冲动啊？好吧，感觉自己逐渐变成了一个精分博主。今天我们来到了京都市探店这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城市，那自然也要吃一些比较有逼格的餐厅。又到了吃法餐的日子。这家店日网评分 3.9， 还算比较高，非常的高雅。但是一想到一会儿要做日文，听力就非常难过，从来就没有听懂过。好，第一个前菜是这个应该算前菜吧，面包。我们用菠萝包的吃法，切开之后往里面塞黄油。其实还可以，跳过。第二个前菜是鲶鱼奶油汤。鲶鱼在哪儿？它其实是把鲶鱼连着内脏、碾碎压成块切片之后端上来。单吃那个鲶鱼特别苦，但是你就着那个奶油汤一块吃，就还是有点苦，并没有压住鲶鱼的那个苦味。还好下一道菜就很厉害了太好看了。我想这个应该称得上是艺术品了吧。说回刚才的菜，这个菜的构成有点复杂，它是取了扇贝肉中间的那个部分，然后切成了2片，中间再夹着薏米跟鱼肉，这就是大海的味道。而且它吃起来很有层次感，周围那一圈彩色的里面还有金枪鱼跟芒果梨，黄色的酱还是鱼肉酱，好多东西。下道菜是玉米炖鲍鱼，这个鲍鱼其实很大，估计应该有2-3头。下面那个黄色的就是玉米酱，然后上面那个茶色的是鲍鱼干做的酱，就是微苦带着一点茶香。那个肉是真的特别的韧，而且它和玉米酱其实很配，在嘴巴里越嚼越香。对了，你还可以用面包蘸下面那个酱，法餐面包的正确吃法。然后上了一碗蘑菇牛肉汤，其实就是菌汤炖牛肉。你们看它里面那个白色的小球，它其实是白萝卜，所以它这个汤其实也是萝卜汤，味道特别鲜，而且也不是很油。我果然很喜欢喝汤。哇，这个菜好好看，青瓜和比目鱼，那个青瓜上面还带了一朵花，花里面包的是肉丸子，你就把它当包子吃就行了。比目鱼因为也是一种深海鱼，所以肉厚脂肪多，口感很扎实，味道也比较鲜美。它周围那个是章鱼粒，吃起来还 QQ 的。最后一个主菜是鸭肉，请问这跟法国有什么关系吗？豌豆土豆泥、和牛空心面，还有饺子、尿爪子，反正就是一个什么都有的菜。不过那个鸭肉处理的还是挺嫩的，然后那个空心面切开下面居然还有一坨肉。甜品的第一道是杏子布丁冰淇淋，真的有人喜欢吃纯菜吗？不过杏子蜂蜜确实很夏天。接着是一个香蕉烤蛋糕，我特别喜欢这个，香蕉味贼香。喝完最后的茶也是超级满足了。阿基推荐指数 8.5 分，卡哇呀。真的是纯正的5分熟，1分都不多。现在烤肉店都已经这么卷了吗？怎么一个烤肉都可以有这么多花样？嗨，大家好，我是阿迪。今天又在表参道找到了家预约制的烤肉店，今天就来看看他们家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又到了吃烤肉的日子，这个口罩都快遮不住我脸了。感觉能修在这个地方的烤肉肯定不便宜。こんにちは。6です。はい、お願いします。这是我们点的限定套餐，就看懂了一个稀少部位。第一个小菜是这个豆腐，比较像那种甜口的豆腐脑，然后给我们上了巨多的泡菜，有一瞬间还以为自己在韩国烤肉店。第一个前菜是凉拌毛肚丝，感觉这个好像在国内经常吃。然后下一个菜是实打实给我上了2片生肉，还是100%生的那种。为什么不等锅热了再拿上来？那样的话我还可以烤2下。然后第三个前菜又是一个半生不熟的东西，生鸡蛋拌牛肉粒，我们就姑且尝一口吧。它是有照烧酱在里面的，这个还可以，这个比刚才那好吃多了。然后今天的第一个烤肉是牛心，我看小姐姐基本上烤了3秒钟就拿起来了，但是让我震惊的是，这个真的是巨好吃。它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盐，把牛心的胆固醇味道衬托得很鲜美。接下来这块是火锅尼库，就是牛脸颊上的肉，这块肉的特点就是特别的松软，也算是一个稀少部位。这种肉就很适合后切，因为它嚼起来不费劲，因为它很肥，所以它在嘴巴里一下就摊开了。再来口刚才的萝卜泡菜，特别的爽口。然后是一块巨大的厚切牛舌，我发现这种餐厅就是贵虽然贵，但是食材都用的还是挺好的。下一个菜就是心脏的横膈膜肉，这块肉的汁水非常的多，就是又软又甜的口感。然而只有这么一块，它里面还有一点点软筋的那种口感，吃起来还挺嫩滑的。但是 emo 只在一瞬间，生的 A5 和牛寿司，这个必须得加点芥末了。但是你想，它其实就是寿司啊，寿司不就是生的吗？这样想好像也很合理。还好赶紧给我上了一盘比较正宗的雪花，脂肪特别的多。这个肉肥到在流水，我跟人加起来的时候它都在滴那个油。你们看它加起来的样子就知道它有多软嫩了，但这个吃一块真的就够了。你们看这个肉，它烤了超过3秒嘛，小姐姐就是把肉摊开，然后卷起来就直接夹给我们了。我和小葵都震惊了，这个看上去好像只有一点点是熟的，这样一点烤肉酱我们就可以放到碗里了。它是要裹着这坨很可爱的米饭吃。唐型做了一个烤肉寿司，就是和牛的甜味和下面寿司米的甜味是不一样的，就2种甜味混合双打，非常的美妙。绝子又是一坨很好看的雪花厚切，这块烤的就比较久了，烤好之后会放到一个盛了酱油的碗里，里面还有一坨白萝卜泥，其实放一点在上面就可以了，这样吃起来就会压住雪花的油腻，这样一口塞嘴里就很过瘾。这个搭配是科学的。然后接下来直接端了一个锅上来，接下来应该就是寿喜烧了，里面那个棕色的汤就是寿喜锅的味道，然后还会在上面切很多的黑松露，他们家这个黑松露感觉还是有点来头，味道特别的大，然后和匀之后就可以吃了。然后剩下的鸡蛋液和寿喜锅的汤还可以再做一碗米饭，就是它是汽油的味道，黑松露这种还有点好吃。最后的主食是一碗 soba， 这个又是什么操作啊？我是吃不下了。但他们家这个甜品还有点意思，是一个堆成山的咖啡刨冰，还配了一碗黑色的不明物体。它这个太黑了，我相机都拍不出来。吃进去之后发现它其实是某种甜豆，感觉今天这家店是真的挺有创意的。阿奇推荐指数8分，卡玩意儿。
我去，你们看今天这个寿喜烧，其实自从上次之后就没吃到过像今天这么好的店了。这才是寿喜锅最好的味道。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Z， 是不是很久没来吃寿喜烧了？然后我今天就在网上搜，就看到了这家比较破的小店，但是我一看他们家的开店日期，我惊了，1886年，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小学，所以我就很好奇，是什么让他撑了这么久都没倒闭？すみません。リュウです。予約しましたリュウです。他家这个榻榻米我踩上去都在响，不过他们家氛围是真的挺好。我挑了一个坐在窗边的位置，窗户打开就是后面的庭院。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少しだけ追加したいけど、トークでいいです。1、2枚。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菜单，上面基本上就只有牛肉跟酒，牛肉还分贵的跟便宜的，就都试一下哈。じゃあ最初はこちらで。これは自分で焼きますか？来看一下便宜牛肉跟贵牛肉的区别啊。这是3000一盘的肉，这个是3800一盘的肉，它上面的油会很多。我们还是先让小姐姐烤便宜的吧。下菜的小姐姐真的是非常的认真，然后就是塞满寿喜烧的料，看起来非常爽。然后等它煮开就可以了。这个葱根的味道真的巨香。对了，这个鸡蛋液，我上次看到有人直接把它丢到锅里煮，也不是不行，也是可以的。它这个其实是用来蘸这个肉的，反正你怎么吃都可以。用这个带了一点葱香的牛肉，裹满刚才搅好的生鸡蛋液。这一口真的太绝了！不过看到对面坐了对情侣，我就想到快到七夕了。买包包我都在评论区的得物上面选 ，LV 这些大牌包比专柜都省几千，还有专业鉴别，买着放心。好了，我们继续吃。墨鱼丝也煮好了，这个魔芋丝裹鸡蛋液的效率真的很高。脆嫩脆嫩的口感，你也可以把它煮久一点，煮到那种一夹就断的样子，也很好吃。然后我们再来试一试贵的那盘肉，它就是更大一片，再加上一点酱汁，等它变色就可以吃了。因为它这几块肉脂肪比较多，所以就很适合配着米饭吃，特别的下饭。这个就是刚才那块最大的肉，再往嘴巴里送一大块米饭，就很过瘾了。你还可以用和牛卷着大葱吃。其实我之前也不怎么吃葱，但直到我尝到了葱根其实是甜的之后，就爱上了大葱。茼蒿也差不多了，也可以用它跟葱卷在一块吃，双重美妙。最后再来一块豆腐，这个才是豆腐的正确做法呀。再来一块肉卷茼蒿，今天也就是寿喜烧大满足。不过残念的是他们家并没有甜品，买完单之后自己去便利店买个甜品吧，还是这个雪大福最好吃。好啦，阿基推荐指数9分。卡玩意儿，哇，真的不要再去吃什么米其林餐厅了。之前我就在想，日本为什么那么多居酒屋呀？今天我算深刻感受到了他们的魅力。这种店真的就是又好吃又便宜，还可以玩到很晚，就是不管凌晨几点，大家都很热闹。现在是日本时间晚上12点19分，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点日本电车有多少人。那个大家是才下班吗？关键是这家店还这么多人，很温馨啊，有没有？就这个点了还有人给你做饭，虽然是要收费的那种。然后他家的招牌菜是五花肉卷各种东西，上来下面给你发一个番茄牛肉汤，然后直接上了一整盘薄切的牛舌，上面那个酱是芥末洋葱果酱，应该是低温烹饪的牛舌，里边其实半生的，所以特别的嫩。吃完凉菜就开始上烤串了，先来一盘鸡肉串开个胃，是盐烤黑胡椒的那种口味，鸡胸肉串着小洋葱，非常的没有罪恶感。肉卷菜上来了，先看第一个，它是培根卷芝士青菜，它里面加的是味道比较淡的白芝士，因为培根本来就有味道了，而且里面蔬菜的汁水锁的刚刚好，就是几个味道搭配的非常合适。接下来是五花肉卷小葱，然后卷芦笋，卷紫苏叶，就它们虽然都是五花肉，但是里面菜的味道其实会被烤出来，所以口感和味道差别还是很大。我跟你们讲，这个卷芦笋巨好吃，而且它一点都不腻，第一次觉得素菜这么好吃。但这种人气店铺都有个缺点，就是上菜特别慢。然后终于上了我们的第二盘肉卷菜，先来看一下这个特别优秀的金针菇，这个也在往外面滋油。有没有和我一样觉得五花肉和金针菇特别配的？然后这个小番茄是我今天最喜欢的一串，上面涂的是一层微微甜的柚子酱，而且小番茄刚好已经被烤破，炭火的气息加上香甜的酱汁，这个串味道特别丰富。接下来还是一个极品，这是木须肉吧？它是用木耳卷了一块厚蛋烧，然后再在外面裹了一层五花肉，这也算一种外脆里嫩吧。然后是鸡肉团子，这次我们选的是盐烤，那个烤焦的部分特别香，里面还是松软的状态。然后等来了之前预约的紫羊排，这个我觉得我都不用再多说什么了，看到这个姿态我就满意了，羊肉味儿特别重，喜欢吃羊肉的朋友应该懂我意思吧？这羊味儿太顶，全熟成太浪费了，真的就是要带点血才好吃。好，我们继续啊，五花肉卷生菜，让我想吟诗一首，奈何人间万事难，最美不过五花肉。没压上。然后旁边的这个是培根卷扇贝肉，又是没见过的组合。就今天虽然吃了很多肉，但其实完全不腻，可能因为我也一直在吃菜吧。下班之后来吃一次太爽了。阿基推荐指数8.5分，卡哇呀，非常好吃。